元素周期表让我们了解首两族的金属，就是碱金属和碱土金属。首先，周期表第一族中的碱金属，探究它们的性质和反应趋势。碱金属包括有锂、钾、钾、铷、铯和钒元素。这些金属的最外壳层都有一粒电子。例如，锂和钠，当失去它的最外壳层电子，便形成带正一电荷的离子。碱金属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的活性由上而下递增。这里的活性是指元素与其他元素反应生成化合物的容易程度。因此，金属的活性与它们拥有多小电子壳层数有关。例如锂和钠，钠有3个电壳层，它的最外壳层的电子对比锂原子，离原子核较远。因原子内带正电荷的质子与带负电荷的电子受静电作用而互相吸引，因此当质子和电子的距离不同，吸力亦不同。当它们的距离越远，相互吸引力会变弱。以锂和钠为例子，因此钠会较容易失去最外壳层的电子而成为离子。大部分碱金属是存放于煤油中。但锂与其他金属不同，锂必须储存在石蜡中，而不是煤油中，因为锂金属密度较小，锂比其他碱金属为轻，故此会漂浮在煤油表面。因此，为了防止锂与空气接触，锂通常用石蜡包裹着。碱金属会是银色固体，它们比其他金属较软。因此，它们可用刀就能轻易切割。同时，它们的密度比其他金属低。与其他金属相比，碱性金属的熔点和沸点较低，它们的熔点和沸点依次下降低。例如，钠金属，用镊子夹取出一块钠，用刀切割一小块。稍后，你会看到钠的表面从光亮变为暗淡。当钠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蒸气接触，立即发生反应，生成一层氧化物。钠金属与水反应的实验，首先用镊子夹出一块钠，用割刀切割一小块。在切割过程中，钠金属较柔软，因此容易被切割开。刚切割开的钠，它们的表面出现光泽。然后用纸巾擦去多余的煤油，注意不要用手直接触摸。放入在有水的烧杯内，观察钠与水的反应。进行实验时，要有安全瓶作为保护。金属钠迅速融化，并形成银色小球及产生氢气。稍后用酚酞试纸测试溶液，酚酞试纸变成粉红色。这是它们为何被称为碱金属的原因，因为它们与水反应生成碱性溶液。钠与水反应，生成氢氧化钠和氢气。以下是它们的反应方程式。